当家，咋了？当家的，青龙寨被鬼子给占领了，杀了好多人。啥？这下去吧。是，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。包子，二叔，青龙寨是我家，我爹现在不在了，但是那边还有乡亲，还有百姓，咱不能不管。要管啊！这。英儿，你说的对，咱不能不管。只是何师爷和田园正雄早就串通一气，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。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逐一被日本人占领，如果咱们盲目抗敌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2座山寨一样。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府野沟的实力，等文佩他们带大部队过来。大部队啥时候过来？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？崔文奎，你还敢来见我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擅离职守？那天事情紧急，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，我就带人自己去了。就是因为你的失职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是，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，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。这几天，你是不是去了秦佛野沟？是。你还好意思说是？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，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，不仅有土匪，还有共党。那个叫蔡真的女人，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？你弄清楚了没有？崔文奎，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，你早就被处置了。师长，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清楚。现在是陕州城让日军给攻陷了，我对地形比较了解。你这样，给我点人，再给我点枪，我一定把他抢回来。你疯了？你还想打？崔文奎呀，我就这点家底儿，你不给我弄光了，你是不甘心是吧？这事不要再提，回去思过。出去，出去！师长。霍当家了，哎呦，包子，您这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现在憋得慌，出去打几只野鸡玩玩。啊，你看，净是坏消息，憋死我了。带这么多东西去打野鸡啊？不咋了？不行是吧？霍当家的，您带这么多家伙，能打死不少鬼子的吧？让你给看出来了啊！说实话，我就是去打日本鬼子去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呀！我那么多兄弟让日本鬼子打死了，连王十二也给炸死了，现在青龙寨又让日本鬼子给占了，你说我坐得住吗？霍当家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今天我跟英儿说的话，你也听见了，现在还不是冲动的时候。大佐か。陳府英語という場所は三大園教閣の中で最も手強いところだ。ホーランは大佐も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。彼は陳府英語の当主です。元は彼を仲間として掴もうとしたが、だけど服用で逃げられた。ここの教学を君は全部制圧しないか。どうしてまだ陳府英語を出てきた。情報によってはこの陳府英語がある山の僻地にあり、地形がめっちゃ険しい。今頃陳府英語、それにホーランの居場所を探しています。ホーランが3枚目の地図を手元に持ち歩いています。君の言う通りだ。あの連中を全滅にしないと我々も安心できないな。そうです。ある拠点を占領したとしても一部のところが空っぽになっている。教閣もに来ました。奴は影に隠れて戦っているから、それが一番やにっこいです。清涼剤は大丈夫だろう。清流剤が早めに手を打ったから今はしっかりです。それに風車弁がそこにいるから私は手が余ったわけです。
じゃあこのシンフォエコはどうする？出てこい。この人はどうした？彼は水流祭巡察隊長です。彼をそこに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。田原君、君がいれば困ることがないと思った。包子，看看谁来了？水姨，六叔，六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兄弟，别提了，我给你六叔的地盘都让鬼子给炸了，所以我跟你六叔商量了一下，与其在外面飘着，倒不如过来投奔二哥。是。自从大哥走后啊，咱的三道园刀客一天不如一天。我的兄弟从青龙寨回来说，青龙寨现在到处插的都是小日本的膏药旗。贺小便这个天杀的，居然把青龙寨拱手让给了田园正雄。我当初啊，真是瞎了这双狗眼了。我一想起这事，我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了这个仇。六叔，这笔账咱们一定会跟他算。给，吃点东西。哪儿来的？刚路过镇的时候买的，趁热吃吧。给，一人一半。你还没告诉俺，你到底叫啥？你想知道啊？一会有人叫你蔡真，一会有人叫你崔文佩，搞得俺都懵了。我真名叫崔文佩，崔文奎是我哥哥，包子是我们家以前管家的儿子，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。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，我爹死了以后，我就到了延安，再然后组织把我派到了重庆，我加入了军统。我在军统的代号叫暗花，蔡真是我以前在重庆的名字。俺也在军统混过一段日子，不过俺受不了那里种种约束，就被退回到了部队。后来随着部队开拔到了陕州，俺的上司知道了俺这段履历，就把俺派到了青龙寨当卧底做眼线。后来眼线没当成，反倒被青龙寨给策反了。不过俺现在更喜欢刀客的生活。那以后呢？青龙寨是回不去了，俺的黑虎山也被炸了。跟着我打鬼子吧。你也想策反？哎呦，李三儿啊，咱们别这么挖行吗？这不是种麦子往深里挖吗？对呀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说他没说你是吧？跟挖树坑似的吗？听见没有？跟挖树坑似的，往深里挖。好，听见了。大家都听着啊，这站好，还要继续挖，深度都不够。小鬼子的大炮、机关枪火力太猛，站好，要能容下整个一个人才行啊！听见了吧？好好的挖，给自己挖的啊！是。好。止まれ！なんだここは回っ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か。おい，为什么还没到？你是在骗我们？我不敢，绕过树林，再穿过一条沟就到了。秦府围沟地形复杂，外人进去很难摸清路。すぐにつけます。ホーランがチンフウエゴの地球を頼んだから生意気だよ。今度こそその一味の巣窟を叩き壊して隠れてはさせないんだ。行こう。三位寨主，你们看啊，鬼子要是攻打咱们前府 A 沟，这是一条必经之路。
包子，行了行了，我这秦佛爷沟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跟哪儿，甭看了，咱们盛点酒喝吧啊！霍当家的啊，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。没漏洞，有啥漏洞啊？大家伙儿，哟，姨子，您说了，有话想跟大家说。快到姨这儿来，来。哎，我代替我爹，向大家赔罪。不，这不是妮子，起来！你这是干啥啊？你的这些姨叔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。我跟你说，你爹是你爹，你是你，以后你就在这秦佛爷沟给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，听见没有？快扶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！这孩子，快起来！霍当家，咋了？当家的，不好了，沟里来了一堆鬼子，还有多远啊？还有1里地。1里地，不，包子，我现在就信你，你给我们派活吧。咱们有战壕所掩护，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，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，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。说的在理，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。水寨主、六爷，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、妇女和孩子，趁仗还没有打起来，赶紧撤离。这仗还没打呢，你咋说丧气话？不过也有道理。老刘，水寨主，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，就是另外一座山了，赶紧走。我不走，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现在让我走？不，我不走。你不走的话，我们还得照顾他们，你们得走吧。我得留下来，我得为大哥跟我梁子哥报仇。不是，你看这人，先别吵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大战在即，大家要服从安排。水寨主、六爷，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，也是十分凶险，所以他们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。那让六哥去，反正我不走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，咱们去迎敌吧！大家分散行动，赶紧的，洞里人给我出去！我一定照顾好自己。六叔，交给你了。好，妮子，跟叔走。姐，快走，快！快点，快！不走，别笑。驚愕のくせに戦術までわかるか。戦後まで惚れやがって。きっとサイボウジの仕業に間違いない。砲兵命令お手。はい。你没事吧？快躲起来！快，隐蔽！趴下！大家都趴下！这是小鬼子轰炸，一会儿就过了。都隐蔽！都趴下，别跑了！趴下！大佐か、我々の方が法律だな。あの中国人め、我が大レバ帝国の軍隊の前ではひとたまりもないね。第一小隊、けん、はい。
宝图，带着婴儿赶紧从后山山洞走。二帅，要走一起走。对，我们不能离开你自己。哎呀，你别哭啊！你看，鬼子马上就要冲上来了，你是大哥唯一的血脉，我得保全你啊！二叔，包子，照着藏宝图找到金矿，挖出金子，买枪买炮，打鬼子，这2件事情太重要了，你也让我心不过，拜托你了。大家，蔡伯子今生遇见的大英雄，我敬你。得，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，我他娘的认了！快走，快走，过来！二叔。狗日的小鬼们，奶奶给你们急了！货郎活着就是图个痛快，就是为了多杀几个日本人，哪怕是丢了脑袋。现在是一个新规矩，你他娘的敢投靠日本人，我就先砍了他！霍当家，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，但我敬你是英雄。你说啥？你说我是英雄？你是这么想的？小子们听见没有？老子是英雄！蔡伯子今生遇见的大英雄，我敬你。得，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，我他娘的认了！英儿，咱们的命是霍当家用他的命换回来的。霍二叔，我们走了。霍当家，你交代我的事情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你放心吧。来这，走身。这里有日军。前面那个镇子就是柴湾了，能在这里设广场，镇上应该有驻军。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免吃的。来这。
了不起。过吧。哎，よし。哎。バカ。走！快点儿！快点儿啊！怎么了？快走！你还会做手术？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。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，你会有生命危险。谢谢你。你们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六叔，六叔，林姐姐他们回来了。六叔，月月，你们可回来了，快把我急死了。都没事吧？哎，二哥和水当家的呢？他们人呢？慢点。这什么药这么苦？我刚采的草药，还有一些外用的，都给你敷上了。你懂得可真多。我只是懂一点皮毛，倒是你，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，喊都没喊一声。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这点伤算什么？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发烧了，我去给你找点药。没事，俺没事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
是条汉子，是我认识的霍朗霍二哥。他和水堂家的没给咱们县人丢脸。水寨主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没错，仇咱们一定要报，但是不能盲目行事。兄弟，那你说这个仇，咱应该怎么报？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，集中力量，才能跟小鬼子干。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，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。有了自己的队伍，就不怕那小鬼子。陕州城虽然沦陷了，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1个大队。我见过他们营房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咱们只要有人有枪，就能跟小鬼子斗。大的战斗咱没法打，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，明天烧个仓库，后天干个营房，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的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，得让他们防不胜防，天天的提心吊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召集各个山头的兄弟，发英雄帖。英雄帖，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，英雄帖一出，招之即来。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，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流匪，大哥召集了6个山头，一战定乾坤。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，我从小就耳熟能详。妮儿，给姐拿纸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像是道士的符啊！这是咱18杆山头1等1的召集令，神州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提示很简单，就是文字谜。你试试念第1行字。上帝坑园，上帝坑院。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，就会到这来集合。你要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。把这个帖子写上个100份，各个路口都贴上。咱们就在这等。有消炎药吗？什么药？盘尼西林。你要这种药，日本人不让卖，全收走了。日本人？这有日本人的营地。前面左拐。谢谢。吉田中隊長、藤原小隊長から報告です。面地で敵と遭遇しました。
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是不是药不管用啊？这是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吧？量一下体温。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？你忘了，我要策反你，不救活你，策反不就失败了吗？文佩，这辈子俺欠你一条命，以后俺保护你。退烧了。对了，我昨晚出去买药，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。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，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，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。在那里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：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，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和第4支队。太好了！那咱们去渑池？不着急，等你伤养好了再说。可渑池这么大，咱们去哪儿找啊？我们先去县城，想办法找到组织，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，就能找到游击队。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再开展下一步工作。好。这里过往的人多，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。走，走吧。你伤口还没好，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再走？没事儿，不打紧。不差这一会儿，去那儿坐一下。走吧。启示药路，这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？对。这不是接头的地方吗？为什么所有人来了？我也觉得奇怪。这里应该荒废很久了。难道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八角连，是我的代号。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过。走吧。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，就这几天，来了不少人了。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，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，就等着我们召唤。等着吧，还会有人陆续来投的。一定。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的大后方，想的倒挺美。喂，大伙儿，老李来了。山寨县的情况怎么样？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，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，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，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。
何小辫儿。何小辫怎么了？快说啊！何小辫儿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，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，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。你老李，来了这儿，这就是家，踏踏实实的住下。六叔，辛苦您安排一下。好，老李，跟我来。包子，我要回一趟乾隆寨。不行啊，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。我不会从正面去，你忘了那边还有密道，半斤树也在那儿，必须要回去看一看。行，你别一个人去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走不了，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，你是这儿的主心骨，你要是走了，兄弟们怎么办？既然主意已定，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。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万事小心。我会的。燕儿，我跟你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吧？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，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。明白。小鬼子心眼都多，你凡事多留点心眼，别莽撞。知道了。要是搁在以前，我肯定不放心你一个人去，但是现在，我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全回来。早去早回。走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都2天了，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的暗号没有。别着急，这里是日战区，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儿。我们先去看看，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，说不定会留下线索。好。要不开门了？我进去看看，你在这儿等我。等等，俺和你一起去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还能有照应。来了，2位。老板，您收八角莲吗？哪儿来的？陕州。陕州。你是八角莲？我叫崔文佩，八角莲是我的代号。你好，那这位是？啊，我是。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。好，你好，同志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，这个联络点早已经废弃不用了。2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，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，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，我请示了上级，上级让我马上联系到你们。崔同志，你从陕州来，你给我留下了暗号，有什么急事吗？老张，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？组织上掌握的不多，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，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。我这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。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，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。正好玉溪地委书记就在渑池，你可以去见他，直接向他汇报。你能安排吗？我去上面请示一下，给你们消息。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。好，谢谢老张。别客气，这样稍等。来，拿上啊！出去一定注意安全。好，来，2位。来，2位，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2副药。谢谢掌柜。好。
不客气，来，二位慢走。少佐，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，到里面说。哎，少佐，他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？少佐，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刀客，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。可你做的并不好。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，寒了刀客的心，他们宁愿流落他乡，也不愿回青龙寨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尽力？你真的尽力了吗？三道元号称10万刀客，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？你心里最清楚。还有。最关键的第3张藏宝图，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。你说你尽力了，远远不够。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。至于这第3张图，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。你们去攻打秦佛野沟也没有找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哼！你把我叫回来，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？不是，我是想问，我的闺女小妮儿在哪儿？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。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，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，记住了吗？那上官英呢？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？没错，他们2个在一起的。怎么了？天元真兄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小妞到底在哪儿？阿开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！我告诉你，姓何的，只要你听话。帮我继续招募刀客，寻找第3张宝图，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妇女。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，就杀了你女儿。你说说，你这丫头，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老李去了地坑院，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，我得回来看看。刚才多危险啊！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，你差点就被发现了。柯小兵看见我了，是他叫住田园正雄。别提何小兵，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，他娘的功不可没。哎，对了。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，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！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。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我和包子的命是霍尔叔的命换来的。霍爷是个汉子，我替大当家谢谢他。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。我爹、霍二叔还有水姨的仇，咱一定要报。那是当然。班主说，包子还有六叔，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。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，等咱们的力量壮大，就把青龙寨给夺回来。太好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你爹让我守着密道，就怕有一天山寨发生变故，咱们利用这密道，可以一举反击。但在那之前，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，还有武器的多少。
我早就查清楚了，鬼子的军火呀，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院。咱们要进攻青龙寨，先要把这个荒院炸掉。但咱不能强攻。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？跟我想一块儿去了。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。现在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？比你爹在时候少了一半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没逃的，要么上有老，要么下有小，没办法呀。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，这么些天过去了，没来几个。这样，咱们先回地坑院，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。好好好。掌柜的，哎，二位你们来了。联系上书记了？联系上了，真是太巧了。咱们这个书记啊，他老家就是陕州的，他家就是张变园上的人，名叫彭涛。他在哪儿呢？哎，二位跟我来。我是彭涛，玉溪地区党委书记，见到你们很高兴啊。彭书记，终于找到组织了。山州沦陷之后，那边的消息就断了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来，快坐下，慢慢说。陕州虽然沦陷，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蔡宝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。蔡宝子，我知道他，他刚到三道园的时候，吴敬远同志接的他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，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。啊，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！我在老家陕州，也工作过很长时间，三道园我很熟悉。玉溪刀客我也知道，他们啊，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。如果真的能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。我建议化整为零，进行敌后游击战。目前啊，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，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。彭书记，是不是玉溪抗日游击第3支队和第4支队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。哦，崔同志啊，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呀，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！啊，对，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处活动，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，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只是，刀客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，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，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，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。太好了，彭书记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。我马上动身回陕州，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宝子同志。好。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。爸爸，婴儿回来了，回来了哈。看，把谁给带来了？刘师傅，咱又见面了。姑爷，婴儿都跟我说了，有什么事你就吩咐，我全听你的。先坐，坐。哎呀，婴儿，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，有你爹当年的风采，嘿，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！是啊，咱们婴儿长大了，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，来看一看。这个是青龙寨，田园正雄啊，让何小辫招募刀客，加以训练，然后派上战场。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园正雄前面，
攻下青龙寨，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！其实并不容易，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。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，但这2天我想到一个人，谁？崔文奎。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。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，但是他是抗日的，他有人有枪，国难面前，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。如果能够联合起来，有可能夺回青龙寨。如果这么说，倒可以试试。这些天呢，我在青龙寨憋坏了。六爷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啊，那行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。走。哎呀，婴儿，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3张藏宝图，我现在把它交给你，你要妥善的把它保管好。这是霍二叔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要给我？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，是青龙寨的财富，留给你理所应当。我爹把这图交给你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，我去见崔文奎，身上带着他不方便，你把它收好。你去见崔文奎会有危险，以防万一吧。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。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，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。所以你要妥善的保管好它，不能交给任何人，记住了吗？大师傅，请问崔文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防吗？赶紧走，走，快点，赶紧走，快！国民党贪污腐败，消极抗日。文奎虽属国民党，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。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，一起抗日。崔旅长，真悠闲呐！不用看了，就我自己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不过找你，也是一波三折啊。神经病！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？真没想到，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，如今赋闲，竟然跑到河边陶冶情操。你收起你那套激将法，对我崔文奎没用。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，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，我也不是什么旅长。看见了吗？闲散人员一个。这是哪儿啊？陕州区啊？是日山区。你跟我都是亡国奴。不，你错了，我和你不一样。陕州城虽然沦陷了，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，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，竟能如此颓废。不是颓废，我是看不到希望。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愿意接受现实，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是错误的，不愿意纠正。给我闭嘴！
崔文奎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张公言给你小鞋穿，排挤你，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，就像捆住了手脚。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呀！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。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，我也把4分5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。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，我们一起联合起来，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，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。你好好想想吧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。趁日军立足未稳，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，咱们轰轰烈烈的跟他干上一仗。想好了，给我回个话，去哪找我，你知道的。走了。姐，进来。我给你端了点花生，你吃点吧。好。哎，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，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就别放身上了，我帮你放好吧。说得对。给。那姐，我帮你放这儿。好。喂，让上！东张西望干什么？你是刀客？咦，你小子眼神不错啊，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！说话干什么？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？我看你要么是探子，要么是奸细。大哥，您误会了。误什么？走，给我检律。吴老六，6月的名分是你叫的吗？走，给我检律。行，那您带我去见你们的六爷。走，前面走，老实点，不要东张西望。这位大哥，以前没见过你啊，您是新来的吧？你看看新刀，今天6月发的。嚯，够威风的啊！老实点，前面走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月，哟，大家伙休息一下。兄弟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六爷。六爷，你第一天派我站岗，我抓个奸细。哎，我说马大哥呀，他哪是什么探子呀，他是咱们蔡当家的，快叫蔡当家的。蔡当家的，我老养红花，把你当成奸细，对不住了啊！没事，大哥。六爷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大哥呀，很负责任。如今鬼子虎视眈眈，咱们谨慎些，没坏处。对。哎，好了，老马，你下去忙去吧。对不住蔡当家的啊！不妨事。六爷，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？你走了以后啊，我们大伙一商量，嘿嘿，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，有前途。所以啊，不叫你蔡当家的，叫你什么呀？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大当家的吗？啊，以前啊，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，
叫吴当家的，我也就应了。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，在我们部队上可不行叫这个呀。嗨，现在不是在三道园吗？在咱三道园就姓这个。哎，对了，咱说正事儿，你这次去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？见到了，咱们回去说吧。哎，走。哎，兄弟们，休息一下，接着练。好，哎，好。这次找孙文奎啊，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。包子，包子，可算回来了，都担心死了。你呀，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，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10次。六叔，别听六叔瞎说，赶紧坐，赶紧坐。说说吧，崔文奎那边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次见到崔文奎啊，让我觉得很意外，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，整个人变得很颓废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和那个师长张公岩一向不和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，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。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，他没有明确答复，但从神色上看，他想抗日，只是受制于张公岩。哎，这么说，还是没有答应咱们。虽然没有应承，就看他崔文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。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？没有他，咱们也要干。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，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部队。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，当然更好；没有的话，咱们要另想办法。现在青龙寨被田园正雄变成了一个要塞，挡在三道园一侧，咱们的部队进不来，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。有崔文奎，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；没有他，就可能要费些功夫。人倒好说，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，可咱们缺的是武器。去攻打青龙寨，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？现在眼底下最急的，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到枪支和弹药。是，没错，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。这让你反思啊，也是保护你，不然你的善意之手，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呀？你就是去打日本人，咱也得守军纪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？是啊，今天您叫我来，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？你猜对了。哎，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。陕州形势严峻，陕州都被攻陷了，日军现在把他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峻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啊？什么叫被赶出来？咱们这叫战略撤退。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，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、一座城市，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。行，师长，您别跟我说这个。这也不怪你，这是上级决定的，我们呢执行就行了。这飞机场已经丢了，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。机场丢了？可不是嘛！我这寻思着，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，还能守一阵子。等到援军来，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。这样，提前做个战略部署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。哎呀，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，那也比坐以待毙强。我再想想。孙旅长，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，你代替我指挥，守住这块阵地，有没有把握？
别说守住这块阵地，就是老子亲自带人打回去，我都在所不辞。好，你回去做做准备，我再考虑考虑。谁呀？日长，是我。进来。日长。哎，知道你臭小子得来找我，我就知道他张公岩不敢把你怎么着，这不你又官复原职了。这些日子在那边待着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哎，跟我说说，在外边听说什么了？哦，我看见部队有异动，就问了一个同乡，他说张公岩要跑路了，应该是日军要打过来了，带着他的心腹部队，估计是今天晚上出发。今天他找我官复我原职的时候，我就猜到这个事儿了。这个胆小鬼！还听说什么了？哦，底下的官兵意见很大，都在骂他。谁呀？崔旅长，市长请您去开会。现在啊？是。知道了。走吧。这今天过来的，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。把大家叫过来呢，是想讨论一下现在的形势。我们师目前被困在这里，与主力部队啊相隔太远。陕州沦陷，我们的通讯啊很快会被日军截获，所以，我刚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，我们要冒险突破日军的防线，回到咱们的大后方，面见军区司令，请示如何重新收回陕州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请求人员与物资的支援。师长，既然大战在即，你走了，部队由谁指挥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，就是要说这个。在我离开军营，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，军营会交给崔旅长管理与指挥。崔旅长凭什么他指挥呀？本来嘛，在我来陕州之前，崔旅长已经先行到达一步，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。崔文奎以前是独立旅的，凭什么听他指挥？就是，他才刚官复原职。哎，崔旅长，你有什么要给丁敏说的？听师长的。那我说两句。在场的几位，有一些是跟我一个军校毕业的，甚至有几位还高我几级。对于师长的委任，可能不太服气。当然，师长可以不用我，我可以带着我的旅部走人。但是我崔文奎想问问几位，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留在这儿？你们谁比我崔文奎了解陕州的地形？你们谁在陕州的地界跟日本人打过仗？你们更有谁跟日本特高科的田园正雄正面的打过交道？你们？如果没有，就把嘴给我闭上，听我指挥。我相信崔旅长的能力与魄力，一定能带领大家守住这块阵地，等待援军到达。师座，车已经备好。好，这儿就有劳崔旅长了。我立刻出发。我是真没印象了。
王八蛋！吹哨集合。队长，这是不是太早了呀？太阳到哪儿了？这张公园的部下一直都散漫惯了。部队既然交给了我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全体集合！立正！自己拿镜子照照你们的军容，像一个能打胜仗的队伍吗？我不管以前张师长怎么带你们，现在他把你们交给我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以后早操起床时间，谁要是晚了或者是怠慢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当然，如果犯了军纪，就有军法等着你。我知道，你们其中有些人在想，在我崔文奎这儿，可以走走后门，花点钱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丑话放到前边。我崔文奎不吃这一套。以后每个连队的训练都要点名记录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开始训练。向右转，我走。队长，你这招挺管用的，不给他们的脸色看看，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队伍散呐，你这样，找几个咱们旅部的老人，假装成百姓去探听一下日本人的消息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注意安全啊！是。咱家没了，我想回家呀！家没了可怎么办？对，别太难过。这该死的鬼子来抢粮食了，这些都是留下来年春天的种子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房子也没有了，儿子也没有了。大爷，光你们村被抢了吗？我们村就抢了这一点，明天还会来到下一个村，哪个村子都别想躲过呀！你要是违抗，他就烧你的房子，拉你的人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们的家都没了。该死的日本人！快快！这帮百姓都无家可归了。这帮可恨的鬼子！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 BOSS 他们。他们会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吗？不会错的，那是我们各大山头共同建造的一个据点。一旦发生大事儿，那里就是最保险的藏身处。走。
这一路上有3个村子被抢，到了陕州城，日军的驻地倒是没什么动静，只看见有拉物资的车进出。这些王八蛋是想把老百姓往死里上逼呀！谁说不是呢？不，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。你这样，去地空园找蔡包子，把这个事儿告诉他。告诉他？对，蔡包子啊？是，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？蔡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？他也敢夸这个口？你别管他有多少人，起码是一支队伍。你现在去告诉他，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他也知道该怎么做。去，去呀！是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认识你们当家了，别废话，走，蔡兄弟，蔡兄弟啊！你们这点待客方式，真热情啊！啊，朱排长，哎呀，哎，你穿着便服，差点没认出来你啊！我们认识，你先去忙吧。是。来来来，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朱排长都认识了，你就不用介绍了啊。朱排长，你咋找到我这里来的？我们旅长让我来找你，让我给你传递一个消息：陕州的日军这几天经常到附近的村子抢粮。你是说小鬼子进村抢粮？对，这么说，小鬼子的爪子很快就会伸到咱这儿来了。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，看来鬼子暂时还没有顾得上。你们崔旅长啥意思？我们旅长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这还用问？不用犹豫，来了就打。打？怎么打？你们崔旅长是在考我的吧？我们旅长呢是比较谨慎，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行，那我说个大致的意见，你带给他。小鬼子进村扫荡，肯定带的人不多，咱们可以事先埋伏好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也不恋战。咱们呢也是抢了东西就跑啊。